很常跟家里面的起冲突，它的风水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看他客厅，你就可以知道这么杂乱，能够不跟家人起冲突吗？而100个人照片在这个房子里头，就代表这个房子里其实住着超过100个人的这个空间。你不是说1、2年内常换工作吗？因为你在你的财位上面都被你的杂物给破坏了。请记得订阅设计家 YouTube 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并且打开下方的细细字幕哦。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客厅其实是连接全家大小互动的地方，也是您招待客人的地方。客厅呢还包含了大门跟玄关，这个地方都影响你的前途。本集呢特别邀请吴明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客厅跟玄关你一定要注意的风水小知识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风水师吴明光，全网呢教出了3万位风水师和命理师的老师。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聊一下有关于玄关跟客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这是来自于台中的肖先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格局图哦。其实他这个格局图呢是所谓的坐北朝南，然后呢，他想要问一下老师说，他的玄关呢是适合做怎么样子的摆设？像一般我们在进门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空间，就作为我们的一个转角呀，或者是说我们在进门摆放鞋柜的地方，我们称为它玄关。玄关呢，其实在这个中国才有哈，你去看西方的世界当中，他们大多数这个地方都不会太过重视。那为什么东方人喜欢加玄关呢？原因是因为东方讲藏风聚气，强调的是气流在进入的时候要经过一个转折，柔和的进入到我们空间当中。那自然我们就不能够在这地方摆放任何会反射光芒影子的任何的物件，包含像是什么镜子，千万不要有，会导致镜煞；又或者是那种反光的物质，像那种大理石，大家喜欢那种大理石的落地面有没有？那种其实都是太过反光的都不好。还有包含像红木家具，如果太亮的会反射影子的，这时呢都会带来折射，会将我们刚进屋子里头的人的气场给反射走。所以千万要注意，我们进入到屋内的时候，一定不能有反光的物体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第二个案子哦。第二个案子其实是还蛮典型，玄关一进来就直接穿堂过去的穿堂煞。这个部分是来自于关山的郑小姐，想请问一下老师，因为明显已经有穿堂煞的问题，要怎么样去做安置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想要做屏风，放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好呢？我们一般在讲的穿堂呢，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你的2个进气口，一个通常都是门，另外一个通常就是你阳台或窗户，直接正对着，这时候形成的穿堂。但这只符合了一半。其实第二个部分更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在这个穿堂的这条线路当中有没有安放桌子或者是椅子等等人会常待的东西。如果有，这时这个穿堂啊就会经过人的状态穿身而过，这时呢会对我们的心脏带来极大的负担，通常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尤其是家里有年龄比较大的，要严格的避免穿堂直接穿过你的沙发。那你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就看到它标准的形成了这样的结构，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它的沙发和它的电视墙做一个对调，好让我们直穿的这个穿堂不要经过人身。那当然，穿堂本身的对于财气的流散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穿堂会让我们的明财位失去效用啊，你的财就聚不了了。这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般常见的做法呢，第一就是增加我们的屏风或者是门帘，在我们的门口这个地方做一些功夫。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窗台前面安放一些高大的绿植，让气流不要直接穿过去。那当然，一般来说，我会推荐像这种叶子比较多的植物，因为叶子啊，它本身它也是生物，所以它也会发出这种扰动的磁场，会让气流更好的聚在我们空间当中，也会让我们不会说，这边放一个大屏风遮住了我们外面的景色之外，也让我们的光线被遮蔽。所以呢，摆放绿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接下来是竹北的黄小姐老师，其实这个小格局的坪数其实还蛮常会看见的哦。我们一走进去呢，他们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中岛，他想问一下说，有关于这个中岛的部分，是不是能够有一些阻挡所谓的煞气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有关于它的客厅沙发上面有一个所谓的梁柱，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子去处理，会比较能够去减少所谓风水上面的问题呢？其实，在这个它进门的这个地方旁边有一个中岛，能不能够缓和这个穿堂煞，显然是不行的啊，因为它的穿堂还是这个非常直接的传出去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在阳台的那个区域啊去做一些主气的调整。
整，又或者是在我们的玄关这附近做一些改善，不要让气这样直来直往。那另外呢，是在我们的空间当中，这个沙发上面有横梁，那这对于坐在沙发上的人的压迫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梁柱的尖端放电，会造成我们坐在下方的人的压力变大，精神状态也会变得不稳定，就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最好呢，还是可以用这种装修的方式把它包起来，好，不要让它露在外面，让它变成是一个平面，整体平面会比较好一些。老师啊，黄小姐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哦，是她想要在她的电视墙的后方去使用所谓的天然石材，请问这样子是不是也会在风水上形成怎么样子的问题呢？天然石材的话，就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反光的材质呢，通常呢它会对于我们的这个人产生一种镜像的效应，像这种大理石也好啊，天然石材啊，只要会反光的都不建议，因为形成所谓的镜煞。那另外呢，它如果今天采用的是不反光的，那这里呢，我们的石材啊也要特别讲究，它不能是太过粗糙的，不能太过粗粝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坊间在设计的时候会去模仿在洞穴里头的那种感受，要创造出一种高级感。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在空间当中其实是一种煞，因为你去想，我们古人就算是住在山洞里面，山底洞人，他都会在墙壁上面铺各种兽皮，在地面上铺各种稻草，方便我们在空间当中的居住。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纯素面的，就像大理石一样，就像住在山洞里面，这其实对于居家当中的风水其实是一种破耗的象征，所以千万要特别小心我们在使用的石材上有没有犯了这些的禁忌哦。接下来呢是五股的李先生，老师啊，其实他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已经有稍微做一点调整咯。他现在呢就是调整完之后呢，遇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的房子比较小，所以呢其实他一进来就没办法去做所谓的遮挡，形成了所谓的穿堂煞。目前其实已经在厨房去放置了所谓的门帘。那这个地方他又有发现到说，因为他客厅沙发上会有一个梁柱，请问这样子是不是也会在风水上形成怎么样子的问题呢？它这个空间呢，其实不是所谓的穿堂，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首先它这个空间当中直接进到屋内，并不会看到对外窗，它包含它的厨房的门如果关上的情况下，这个穿堂几乎是形成不了的。以在这里来说，它反而是形成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它进到屋内看不到任何的对外窗。此时呢，它其实是一种音质的问题，所以住进这房子的李先生呢，可能在刚进来的时候会感觉一切事情无法展开。那在这个地方上呢，我们有2个地方可以给到他建议。第一个地方呢，是他空间当中的这个装修啊，还有它的材质啊，要特别注意，避免用那种厚重沉重的，包含里面的光线的采光都要特别留意。以在这边来看的话，它用很多文化石或者是砖墙，此时呢坐在这个地方的人就会感觉到比较厚重或者是比较压抑，那自然在工作表现上，又或者是说在家人的运势上面，都会有一些对应影响，这是其一。再来呢，我们看到它的沙发上面有一个梁，通常头顶上有梁，我们人坐在下面啊，就会导致心神不宁啊，导致压力很大呀。我们要特别去注意沙发安置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挪移，避免梁直接在人坐的位置正上方，这样就可以很好的缓解我们空间当中的风水瑕疵。接下来呢是基隆的陈小姐，老师啊，陈小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她很常跟家里面的起冲突，她的风水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看她客厅，你就可以知道这么杂乱，能够不跟家人起冲突吗？通常你的空间当中很多混乱的物件摆放的话，就会造成你的气场闭滞，导致说你对于外界的沟通交流上面产生了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跟误会。那再来呢，其实我们看它沙发上面有这个猫跳台啊，其实它也离我们坐的人太近喽。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的人的头顶上面，就不说它有没有猫咪走过去会形成震动了，就光靠着那个跳台，你人坐下去的时候，你都很担心撞到。所以呢，这时呢就已经形成了我们的生活起居上面的不方便了。但凡形成不方便，一定就有煞。所以呢，在这个猫跳台上面啊，也会是一个问题。通常这里呢，要不就爸妈啦，就是爷爷奶奶啦，产生很多问题。所以陈小姐，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的话呢，赶紧把这些方面的地方都做一个处理吧。接下来呢是士林的张小姐啊，今天有非常多的人来问有关于财位。这个格局图呢，阳台进来呢就会看到非常大的公用空间，那就想请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请问它的明财位会在哪里呢？像一般这种老屋呢，它的明财位呢，通常都会是进屋的斜对角线那个地方，所以它的明财位其实是在它厕所外面这一面墙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怎么去催旺它呢？因为这地方毕竟不近，那我们呢在催旺它明财位的时候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在这地方呢，我们就不适合再摆东西了，在这地方我们最好用光线来去催旺它。
也就是说让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中最亮的地方。经常有一盏24小时不灭的射灯，又会在这边摆放一颗盐灯，来去声望我们这地方的光线，来去声望我们的明财位。但是呢，因为这地方毕竟它是一个动线，所以呢财本身也不是特别的聚啊。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利用好我们老屋的这种财位呢？我会推荐大家用流年的紫白飞星飞到的财位。那我们在2025年财位飞到的地方呢，其实是在我们屋子里头的正东方。所有的朋友，你的财位都是在正东方哦。你在这个张小姐家中呢，是在她的餐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就可以摆放一些金洞啊，或是摆放一些金鸡啊，或是一些催旺财运的一些物件，就可以很好的声望我们的财运了。刚刚老师讲到有关于财位的部分，其实接下来土城的刘太太也有财位上的问题哦。我们来看一下格局图，她其实呢是想要问老师说，她进门的45度角，大部分都是所谓的财位，那她现在财位到底应该在哪里？那接下来她又请了一个金鸡母，她要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像刘太太这个房子呢，它就是标准的财气标准比较不足的这样的房子。你看，你进到家门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整个空间呢没有很明显的对外窗。虽然我们在进门的右手边就有一个对外窗，但它应该是一个暗窗，也是对着别的房子的，采光相对不足。这时呢，财气比较不旺盛，我们该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财运呢？有2个方法可以推荐给你哦。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找到我们的明财位。正确的明财位呢，其实不是在我们现在摆放金洞的位置哈，是在我们的斜对角线，也就是在你次卧门外的那个地方，那边有一个柜子，在这个地方才是你的明财位。因为当你把所有空间当中门关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斜对角线在这个地方形成了财气汇集的地方。第二点呢，你的金鸡应该怎么摆呢？在这边呢，因为金鸡它有发挥了比较多的作用哈，它可以化煞，也可以催财。那一般来说，我就建议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啊，就赶紧催财啦，因为财气不够旺，可以将金鸡摆在我们的厨房的冰箱上面，在户型图的左下角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地方啊，是我们2025年流年一白星贪狼星飞到的地方，贪狼又为官星，所以呢，这对于我们在家里面的人的事业极有帮助。那这只鸡呢，最好能够让它摆在这个冰箱的位置上面，朝向窗外，才能够很好的将外面的这种财气啊、官禄之气啊收取到家中。老师啊，我发现到你刚刚讲的那个位置呢，是他现在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其实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收纳的系统柜，目前都摆放了那么多的杂物，请问这样子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聚到你所谓的财气了呢？会有什么样运程？通常在你的房子上面就看得到。你不是说1-2年内常换工作吗？因为你在你的财位上面都被你的杂物给破坏了。这个地方好不容易刚要发财，你可能就想换一个方向，或者是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才工作才做顺，你又因为一些选择而做出一些变动，这都是因为你的明财位啊上面有很多的杂物。好，所以赶紧把这个地方整理干净吧。接下来呢是来自于台北的何小姐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她提供的图片她其实呢是想要问一下说，在她所有的客厅里面摆放了非常多有关于拼图啊、风景的明信片，或者是有一些很多朋友跟家人之间的照片，请问这样子是不是在风水上也有一些疑虑呢？当然，我们在风水当中强调一件事：有其形必有其灵。换而言之，就是你在你家里当中啊，哪怕他不是真人，但是有100个人住在这个家当中，而100个人照片在这个房子里头，就代表这个房子里其实住着超过100个人的这个空间。那就表示说，你在这个空间里头的气场能量其实是非常不足的。不只是照片，包含是各式各样有嘴巴的形体，像小动物啊，又或者是各种图形啊。各种动物的拼图啊，只要有嘴的，就算是一个消耗。所以呢，如果你有钱财方面上的守财的问题，财库老觉得漏洞，那赶紧把这些东西进行处理，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些摆饰在无形当中造成了你很大的财务上面的破损。刚刚如同老师都有提到的，让你的家中越来越干净，其实你的运势也会越来越好哦。听完我们今天所有的个案，我想请老师帮我们稍微总结有关于我们的客厅跟玄关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第一，就是为了要追求我们的采光，我们经常会直接开门之后就直接看到一整片的阳台，又或者是窗户。好，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气流直来直往。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风水啊，强调的是长风聚气，九曲有情。
所以最好呢，我们气流可以是经过一个转折，再进入到空间当中，对于我们的风水纳气，不管是财气也好，又或是我们家里的人的和谐，才会有正确的帮助。所以如果有条件的呢，我们可以透过装修来进行这个玄关的改善；如果没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安装一些屏风。那注意啊，屏风要最好是不透光的，如果透光的话呢，还是会有30%到50%的影响。那再来，如果真的一定有穿堂煞，我们回避不了，我们也要避免在穿堂煞所经过的这条动线上面安放我们人常待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大范围的降低穿堂煞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另外呢，在财位方面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我们怎么样在家中很好的催旺我们家中的财气呢？有2个方法。第一个呢是利用好我们的明财位，好，这个明财位如果我们可以在这地方点灯，又或是摆放一些金洞，我们就可以将我们家中的气场达到一个提升。另外呢，如果家中的这个明财位啊条件不合适，又或者是说家里这个地方摆不下，我们做不了灯，摆放不了金洞，该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利用9宫飞星当中的对应的财星来去进行升旺。那2025年的财星所飞布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正东方啦。大家可以在这地方进行催旺，也一样可以提高我们家中的财运的状态哦。有关于客厅跟玄关，其实都是我们所有风水里面的讨论非常重要，有关于你的财位啊，或是你的事业的发展。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齐老师的建议，然后去做一些安排跟布局，这样一定会对你的开运一定有相关咯。最后呢，我们本期节目还是非常谢谢明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